大家好，我是迅哥。想知道当外星人降临地球时，人类会是怎样的反应吗？其实我们不必去猜想，因为这一切在1933年就被真实的模拟了一遍。当时一群与世隔绝的新几内亚高地土著正在如往常一样制作着工具，突然听到一种从所未闻的动物叫声呼啸而过，于是他们穿过树林，想要寻找它的踪迹。突然那个声音扑面而来，一抬头它竟然飞在天上。土著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我们的祖先神灵显现了。很快它降落到了地面，大家纷纷赶往朝拜，搬来了高地上最好的甘蔗、香蕉和家猪。接着从这个大家伙里走下来的是3个他们从所未见的白人男子。在高地土著看来，这样的肤色一定属于被太阳漂白过后从天空复活归来的祖先神灵，而实际上这3人只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莱西兄弟，他们是前来勘探金矿的。本来猜想不会有人居住在这么偏远的山区里，没想到却遇上了成千上万的土著人，而且这些人的祖先5万年前就到达这片高地了。这样的景象让他们感到害怕，于是还展示了一番现代武器的威力。让土著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可不止飞机与白人，还有这些祖先神灵带来的相机、镜子、火柴以及留声机。50年后，在采访经历过这一切的高地人时，他们回忆，那个留声机仿佛就是一个装满祖先鬼魂的盒子。I'm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ough I'm walking in the shade, sticking out my chest, hoping for the bes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I'm waiting.For the right tide, and if luck comes to my aid, giving me a break, I shall be awake,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of. 就这样，新几内亚高地的土著于1933年3月8日上午10点结束了他们的史前时代，并最晚一批载入世界人类史册。这段历史性的过程也被拍摄了下来，1983年被制作成为纪录片，并取名为《第一次接触》。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新几内亚低地上去。上集提到，这里早在16世纪初就有欧洲人抵达。那么问题来了，无论美洲、非洲还是澳洲的土著，在殖民时期都饱受过蹂躏。那么为什么今天新几内亚岛上仍然还是以当地人为主呢？他们是如何避免被永久殖民的？还有前面提到，欧洲人的天花不仅彻底摧毁了美洲原住民，一样也重创了隔壁的澳洲土著。那新几内亚人又是如何幸免的呢？实际上，这是一场双方生化武器的暗中较量。首先启动的是新几内亚低地沼泽自带的防御性武器疟疾。由于这里是世界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地球上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比它更适合传播疟疾的地方了。病菌可比枪炮厉害得多，每次都让前来的殖民者望而却步。当然，也并不是说新几内亚土著就不怕疟疾，只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这早已成为一种常态罢了。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新几内亚就基本没有遭到过欧洲人的殖民，天花也就根本没有机会突破疟疾的防线。而之后1885年，也许是因为西方人当时正好发现了疟原虫与蚊子之间的关系，让德国人勇敢地占领了新几内亚东北部的海岸。不过此时的天花却已经在欧洲得到了一定控制，不久疫苗更是开始面世，所以只有很少部分的新几内亚土著受到了感染。而由于早先就和从亚洲来的南岛人有过接触，新几内亚人对其他欧亚大陆传染性疾病的抵抗力也远强于澳洲土著。所以综合这几个因素，新几内亚岛可以说是幸运地避免了沦为欧洲人的永久殖民地。仅在1885年之后的20年里，被德国、荷兰与英国3分天下。之后1906年，英国将自己的部分交给了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并更名为巴布亚。而1914年一战爆发后，澳大利亚又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于是整个东部便进入了被澳洲托管的状态。直到1975年托管结束后，这里才宣告独立，形成了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并加入了英联邦，英语成为了官方语言，政治制度也以英国为模板。而西部的荷属新几内亚则于1963年交由印度尼西亚接管，之后颁布自由选择法，与当地部族长老达成共识，成为了今天印尼的巴布亚省。目前这里的农村人口全部为新几内亚人，而城市人口多以印度尼西亚为主。就这样，新几内亚岛以及5万年来的原住民们被一分两半，各自有了新的开始。今天巴布亚新几内亚可以说是世界上城市化最低的国家，与同是英联邦的隔壁邻居澳洲在经济上差距巨大。新几内亚人与澳洲土著的生活保障自然也有着不少差异。那么当时逃过至少200年的殖民者魔爪，在今天看来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欢迎转发和留言。下一集我们来聊一聊这里食人族的故事。